9月18日，我们注意到有渠道商称，过去几年 iPhone 高阶机型都卖得比一般机型好，而今年 iPhone 15、15 Plus、15 Pro 的到货量都较为充裕，但 iPhone 15 Pro Max 到货比例非常少，可以说是近几年最低，占比大概只有逾 10%。这一消息引发了市场和消费者的广泛关注。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呢？那我们的华为 Mate 60系列到底卖了多少呢？只要产能足够 ，Mate 60 Pro 12个月后的累计销量至少将达到1200万台。据悉，华为内部已将 Mate 60 Pro 下半年的产量提高了 20%， 达到600万台。而这仅仅是 Mate 60 Pro 的数据，如果加上其他版本，全年12个月的销量预计将超过1500万台。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苹果公司销售策略和消费者需求的机会。在1995年，乔布斯在一次采访中，对于产品创新力发布了他的看法。百事可乐公司，他们最多每10年改变一次产品，新产品无非就是换个新瓶子。那么，在百事可乐公司最优发言权的是谁？是营销部门的人，而那些产品部门的人就会被逐渐边缘化，接着公司就会忘记打造优质产品的意义。乔布斯敏锐地觉察到，如果处于垄断地位的科技公司因为营销人员掌握了话语权，将不再注重产品研发而衰败。苹果教父的这番言论，准确预言到如今的苹果公司已经从规则的制定人转变为谨慎的守擂人。不但 iPhone 从 X 开始便再无创新，就连10年以来未发布的大单品 Apple Vision Pro， 连量产发售都是个问号。曾经那个最具创造力、直接性影响了世界科技进展的苹果公司，逐渐被打上平庸、普通、毫无进步的标签。iPhone 逐渐丧失了创新能力，最大的体现就是缺少革命性技术。近几年智能手机最大的创新，如折叠屏技术是由三星推出，5G 时代的浪潮是由华为开辟，最近火热的卫星通话也是由华为开启。苹果的 iPhone 在近几年彻底失去了引领创新的能力，只能不断进行硬件少量升级来维持常态化更新，而每一次所谓的重大升级，也只不过是把安卓阵营早就实现的东西放到新 iPhone 上罢了。再加上 iPhone 一些堪称先天缺陷的功能性缺失，历经10年从未补齐短板。呼吁声最大的就是 iPhone 的快充功能。在 iPhone 15发布前半个月，国内手机品牌 Realme 真我推出新款智能手机真我 GT5 内置快充芯片，将快充功率提升至240瓦，而价格接近3倍有余的 iPhone 15 Pro Max 充电功率仅为20瓦，相差接近10倍。在国内，手机品牌快充技术都提升至150瓦以上，各种快充芯片不断更新迭代的当下，苹果在充电方面的研发依然乏善可陈，堪称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从 iPhone 4开始，苹果就一直使用祖传5瓦功率充电器，直至 iPhone 8时代才开始支持18瓦快充，但充电器需要另外购买。到了 iPhone 15 Pro Max， 万众果粉期待快充技术依然没有，但苹果开始宣传 MagSafe 充电接口，也就是无线磁吸充电技术。这款苹果口中大大提升的无线充电速度，功率最高仅为15瓦，并且 MagSafe 充电器需要单独购买，售价329元人民币。除了充电之外， iPhone 的屏幕也是被诟病已久的缺陷。屏幕作为智能手机第一使用体验，安卓阵营在这几年里不断将屏幕形态升级，从直屏升级为曲面屏，再从曲面屏升级为折叠屏，屏幕参数也在不断内卷，分辨率从 1080p 升级到 2K， 刷新率也从60赫兹升级到120赫兹。苹果则一直沉迷在 iPhone X 的刘海中不可自拔，无数果粉呼吁将其去除，改用挖孔屏，减少传感器体积，但都被苹果熟视无睹，只在 iPhone 14 Pro Max 将刘海变成了药丸，并增加了灵动岛功能，通过软件让药丸屏不再那么扎眼。从2017年开始，那团 iPhone 头上的阴影一直笼罩在用户心上。除了刘海屏、药丸屏之外， iPhone 的屏幕素质一直较少升级。90赫兹屏幕刷新率技术已经被安卓阵营下放到千元机，但依旧是苹果高端的标配，甚至在连 iPhone 15 Pro 都无缘一面，仅在 iPhone 15 Pro Max 上使用。究竟是库克刀工了得，还是苹果只关注尊贵的 Pro Max 用户呢？或许只有苹果用户心头了然吧。
但只有一件事可以确认，那就是 iPhone 逐渐丧失了创新能力。如果说乔布斯时代的 iPhone 每次迭代都要改变世界、改变行业，那么库克时代的 iPhone 则是创新力度不大，吐槽声音不小。在过去20年里，手机是否有辐射已经成为全球性讨论话题。无数研究人员进行了大量研究，以评估智能手机对健康造成的风险，但目前尚未有证据表明使用智能手机会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可 iPhone 似乎成为了第一部真的有辐射的手机。近日，法国以违反辐射暴露限制为由，下令停止销售 iPhone 12。相关人员表示，在本周进行的2次测试中，都发现了 iPhone 12辐射超标的问题。在苹果解决完这一问题之前，法国将不会恢复 iPhone 12的销售。同时，德国网络监管机构 BNetzA 也表示，德国可能启动类似的程序，并将与法国当局保持密切联系。比利时也表示，要求电信监管机构分析与苹果 iPhone 12相关的潜在健康风险。这起严重丑闻事件势必引发用户对于苹果品控质量的质疑。然而无独有偶 ，iPhone 系列被曝光质量问题并不只有个例。iPhone 5时期的掉漆门事件，黑色版本的 iPhone 5所使用的阳极氧化铝工艺只有薄薄的一个涂层，特别容易在刮、磨、蹭中脱落，最终导致苹果直接取消了黑色版本 iPhone 5S， 以灰色版取代。iPhone 6 Plus 时期的弯曲门事件，大量用户表示自己的 iPhone 6 Plus 放在口袋里却被做完了，甚至一些评测者直接徒手掰弯了 iPhone 6 Plus， 引发全球争议。但苹果态度傲慢野蛮，表示是用户使用不当。在2017年，苹果爆出降速门丑闻，承认在用户不知情状况下将旧款 iPhone 手机降速，引发一连串集体诉讼。其中一起诉讼案历经近6年即将了结，苹果将支付最高5亿美元和解，每名索赔的用户很快将可获得65美元赔偿。还有 iPhone 11信号门、iPhone 12绿屏门、iPhone 14的电池门和掉漆门等等一系列负面丑闻，甚至最近还被爆出 iPhone 虚标 5G， 在没有 5G 网络的地方显示 5G 标识，疑似存在虚标欺骗消费者。而苹果官方客服对媒体回应称，是个例，具体情况在进一步调查中。几乎每一代 iPhone 的背后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被曝光，而苹果却极为熟练的甩锅，把手机掉漆、机身弯曲解释为用户使用不规范，把手机信号差解释为当地通信商、基带供应商问题。总而言之，就一句话，不是手机不行，是你人不行。尽管 iPhone 被吐槽创新力匮乏，品控质量毛病不断，但是库克时代的 iPhone 出货量依然可观，陷入一种骂归骂、买归买的诡异场景。看似创新不断的安卓厂商，无论热度还是销量，还是比不过花式炒冷饭的 iPhone。而 iPhone 销量保持稳定的最大原因，还是因为在高端手机市场缺乏对手。目前国内高端手机市场虽然百花齐放，各大品牌都说要冲击高端，但真正在高端市场形成影响力的还是只有3个：苹果、三星和华为。2020年上半年，华为以 44.1% 的市场份额排名中国高端手机第一，苹果以 44% 的份额紧随其后，两家平分秋色。随后华为受到制裁打压，高端手机出货量从2020年的 1.89 亿台下跌至2021年的3500万部，苹果则趁机吃掉了这部分腾出来的市场，才得以维持增长。IDC 数据显示，到2023年2季度，在中国售价超过600美元的高端智能手机中，苹果占 65% 的份额，华为则只剩下 18%。华为被制裁，三星在国内销量一向不好，导致用户想买高端机就只能被迫选择苹果。平白得了大片市场的苹果，在创新研发上越加不上线，近几年都是挤牙膏式升级。但随着华为 Mate 60系列的发布， iPhone 开始遇上真正的对手。在例行挤牙膏、乏善可陈的 iPhone 15发布会后，苹果在美股市场跌幅一度扩大至 2.53%， 总市值跌破 2.8万亿美元。在华为带来的压力之下，供应链端传出了苹果减产的消息。苹果 iPhone 15系列新机出货量由8000至9000万部下调至7800万部，而华为已经将 Mate 60系列手机下半年的出货量目标提升了 20%， 全年新机出货量至少4000万部。
在华为跌倒的几年里，苹果平白得到了3年的红利和市场，但躺赢时代终究要一去不复返。在华为卫星通信技术的冲击下 ，iPhone 15系列显得尤为平庸。但属于 iPhone 的革命性技术又是什么？苹果依然没有找到答案。无论如何，华为的 Mate 系列已经成为了手机销量的霸主，而未来的发展仍然备受期待。